古人云：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人世间的福祸荣辱，皆有其因缘。佛家讲究因果轮回，今生遭遇的种种困厄，或与前世欠下的阴债有关。那些无法解释的生活艰难，常年疾病缠身，事业屡屡受挫，甚至家庭不睦，皆可能是阴债未还的征兆。佛教高僧通尘大师曾言，人体上的某些特征，正是欠下阴债的明显标志。而在1000年前的大唐盛世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佛门弟子远游西域，偶遇观音菩萨指点，才得知化解阴债的3大法门，从此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。这段尘封的往事，直到今日才被世人所知。唐贞观年间，长安城东的普渡寺内住着一位名叫慧德的年轻僧人。慧德出生于书香门第，12岁时因家遭变故而入寺为僧。他天资聪颖，勤于修行，然而自小体弱多病，更有一个令他十分困扰的特征：左耳垂后有一道与生俱来的红痕，状如泪痕，每逢阴雨天气便隐隐作痛。普渡寺的主持智海法师曾对他说，此乃前世因缘未了，今生偿还之象。然而具体缘由，连智海法师也说不清楚。这一年，慧德20有3，他在寺中除了日常修行外，还负责抄写经书。翌日，他正伏案工作，忽闻寺外传来一阵骚动，快来看啊，有人从西域来了！小沙弥惊喜地喊道。慧德放下手中的毛笔，走出禅房，只见寺院前院聚集了不少僧人和前来上香的善男信女，大家围着一位形容枯槁的老者。老者衣衫褴褛，双足布满尘土，显然跋涉了很远的路途。这位高僧从何而来？智海法师上前问道。老者何时行礼，贫僧法号智通，来自西域天竺，10年前入大唐求法，如今游历归来。寺中僧人闻言无不动容。天竺乃佛教发源之地，能从那里远道而来的高僧，必有非凡之处。智海法师立即安排僧众接待智通，并设斋供养。在斋堂中，智通讲述了他在西域的所见所闻，众僧听得入神。慧德站在人群后方，突然感觉左耳一阵刺痛，不由自主地抬手轻抚。这个动作恰好被智通捕捉到，老者的目光忽然变得深邃，看向慧德的眼神中透着一丝怜悯。斋饭过后，僧众四散，智通突然叫住了准备离去的慧德：“小师傅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”慧德受宠若惊，忙跟随智通来到寺院的后花园。夕阳西下，花园里的菩提树投下长长的影子。小师傅左耳后的红痕从何时开始出现的？智通开门见山地问道。慧德不禁一惊，回法师：“此痕与小僧一同出生，从未消退。”智通点了点头，从袖中掏出一串佛珠，轻声诵念几句，然后对慧德说：“你可知何为阴债？”慧德摇头：“弟子愚钝，不甚明了。所谓阴债，乃前世今生中欠下阴间的债务。”智通神色严肃：“或因伤害了不该伤害的生灵，或因破坏了自然的平衡，或因违背了天道的规则。这些债不是用钱财可以偿还的，而是需要用功德、善行甚至今生的际遇来抵消。”慧德听得心惊肉跳，法师是说弟子身上的这个记号是欠下阴债的标志？智通轻叹一口气：“不仅仅是这个记号，你常年体弱多病，修行时心神不宁，抄经时时有错漏，甚至在寺中也常感到莫名的忧虑和恐惧，对吗？”慧德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这些症状正是他多年来的困扰，却从未对人言明。智通何以知晓？法师明察秋毫，弟子确实常有此症。慧德恭敬地回答。智通看着慧德，缓缓道来：“我在西域游历时，曾遇一奇人，他精通相术和因果之理。他说，人若欠下阴债，身上必有征兆，耳后的红痕就是这征兆吗？”慧德急切地问。“这只是其一。”智通解释道，“欠下阴债的人，
身上可能会有以下几种特征：一是像你这样的特殊痕迹，或为红痕，或为黑痣，往往长在身体的特定部位，如耳后、颈部、手腕内侧或脚踝。二是常年疾病缠身，尤其是一些难以诊断或治愈的顽疾。三是运势起伏不定，事业无论如何努力都难有长足进展。四是家庭关系紧张，亲情淡薄。五是常做噩梦，梦中总有相同的场景或人物出现。慧德听完，心中一片冰凉，这5种特征，他竟然全都符合。他不仅有那道红痕，且常年体弱，在寺中虽然努力修行，却总是进步缓慢，与家人的联系也因为幼年的变故而几乎断绝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确实常做一个梦，梦中总有一个模糊的女子向他哭诉什么，醒来后他满头大汗，却记不清梦的内容。法师，若真如您所说，弟子该如何化解这阴债？慧德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智通看着天边的晚霞，缓缓道：化解阴债并非易事。我在西域时曾听闻观音菩萨的3句话可助人解脱，但这3句话并非直接告诉你的，而是需要你自己去悟，请法师明示。慧德急切地请求，智通却摇了摇头。观音菩萨的智慧，岂是我等凡夫能轻易传达的？若你真心想要化解阴债，需亲自前往西域求法，在那里或能得到菩萨的指引。慧德闻言，心中顿时燃起希望之火，但他随即又犹豫起来。弟子资质驽钝，又体弱多病，西域路途遥远，恐怕难以成行。智通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正因为你身负阴债，才更需要这次历练。西行路途虽险，但若能怀着真诚之心，菩萨自会护佑。况且解脱阴债不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与你有因果关联的众生。慧德沉思良久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弟子愿意西行求法，只求能够解开心中疑惑，化解身上阴债。智通点头微笑，善哉，善哉。既然你已决定，老衲便可助你一臂之力。明日我会将西行的路线图和一些必要的经书交给你，助你一臂之力。次日清晨，慧德向智海法师请示，说明自己想要西行求法的志向。智海法师虽然担忧他的身体状况，但见他意志坚定，最终还是同意了，并给予他充分的祝福和一些盘缠。智通也如约而至，交给慧德一份详细的路线图和几卷经书，还有一串看似普通的佛珠。这佛珠虽不起眼，却是我在一座古寺的来，据说有护身之效。西行路途艰险，你且收好。智通叮嘱道。就这样，慧德带着简单的行李和满腔的期望，踏上了西行之路。离开长安城后，慧德先是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前进。这条古老的商道上商旅往来不绝，他常能找到同行的伙伴，减轻了独行的孤独和危险。然而越往西走，路途就越发艰难，茫茫戈壁、险峻山岭、凶猛野兽，以及时不时遇到的强盗，都是他必须面对的挑战。更让他痛苦的是，随着旅程的延长，他左耳后的红痕疼痛愈发频繁，有时甚至疼得他无法行走，只能在路边休息。一日，慧德在一处绿洲休息，遇到一队返回中原的商队。商队中有一位老者见他神色憔悴，便关切地询问。慧德简述了自己西行的目的，那老者听后连连摇头。小师傅，西域路途遥远，危险重重，尤其是你要去的那座寺庙，据说位于一座几乎无人能及的高山之上，你一人前往，恐怕难以到达。慧德虽然心中忐忑，但仍坚定地说，贫僧已发誓要寻得解脱之法，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，也在所不辞。老者见他如此坚决，也不再劝阻，只是送给他一件厚实的毛皮大衣和一些干粮，说是到了高山地区会用得上。慧德谢过老者，继续西行。路途中，
他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有时是迷失方向，有时是食物匮乏，有时是遭遇恶劣天气。但每当他想要放弃时，左耳后的红痕就会隐隐作痛，提醒着他此行的目的和重要性。经过数月的跋涉，惠德终于来到了西域的一座小城。在这里，他遵循智通的指引，向当地人打听那座传说中的高山寺庙。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，或是摇头说那只是个传说。就在惠德几乎绝望时，一位年迈的当地僧人听说了他的来意，神秘地告诉他，那座寺庙确实存在，但只有真心求法者才能找到它。你沿着城西的山路前行，过了3座山峰后，会看到一条几乎不为人知的小路。那条路虽然险峻，却是通往寺庙的唯一道路。惠德谢过老僧，按照指引前行。山路果然如老僧所说，越走越陡，越走越险。尤其是过了3座山峰后，那条小路几乎隐没在茂密的灌木丛中，若非仔细寻找，很难发现。这条小路蜿蜒曲折，时而沿着悬崖边缘，时而穿过幽深的山洞。惠德小心翼翼地前进，心中默念佛号，祈求一路平安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惠德的体力几乎耗尽，左耳后的红痕也疼得厉害。就在他几乎支撑不住要倒下的时候，眼前突然豁然开朗，一座古老的寺庙出现在视野中。寺庙坐落在山顶平台上，周围云雾缭绕，宛如仙境。寺庙的大门敞开着，但并没有看到僧人或香客。惠德强撑着走进寺庙，发现内部空旷寂静，只有几盏长明灯在风中摇曳，映照出主殿中一尊高大的观音菩萨像。菩萨像前的供台上摆放着新鲜的贡品，显然有人在照料这座寺庙。惠德跪在菩萨像前，虔诚地叩首祈祷，述说自己西行的缘由和希望得到指引的心愿。祈祷完毕，惠德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身处一片迷雾中，眼前站着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，面容慈祥，手持杨柳枝，正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菩萨！惠德激动地跪下叩拜。观音菩萨轻声说道：善男子，你不远万里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惠德将自己身上的红痕和智通法师所言的阴债一事详细道来，最后恳切地问道：弟子不知前世造了何业，今生感此果报，恳请菩萨慈悲，指点弟子如何化解这阴债。观音菩萨慈悲地看着惠德，说道：你前世乃一隐士，精通医术，曾救助无数村民。然而有一年，一位怀有身孕的年轻女子来寻你医治，你因疲惫拒绝出诊，致使那女子难产而亡，婴儿也未能存活。那女子死前怨气甚重，诅咒你来世也常同样痛苦。惠德听完，不禁泪流满面。他从未想过自己前世竟因一时之懈怠，造成如此惨剧。菩萨，弟子该如何弥补这过错，化解这阴债？观音菩萨轻轻挥动杨柳枝，说道：我将给你3句话，助你化解阴债。第一，心诚则灵。惠德认真聆听，却不解其意。弟子愚钝，不明白菩萨的指引。观音菩萨微微一笑，这第一句看似简单，实则深奥。所谓心诚则灵，并非只是教你心怀诚意那般简单，而是告诉你，阴债之所以为阴债，根源在于你内心的愧疚和恐惧。那位女子的诅咒固然有其力量，但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惩罚。若能以真诚之心忏悔过往，以善念代替恐惧，阴债自然会减轻。惠德恍然大悟，原来阴债不仅是外在的因果，更是内心的枷锁。第二句，因地而化。观音菩萨继续道。惠德再次困惑不解。观音菩萨解释道：因地而化，是说你要根据自己的处境和能力，寻找适合自己的偿还方式。你前世因拒绝救助产妇而结下阴债，今生就应该多行救助之事，
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，但不必执着于医术，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处境，通过各种方式行善积德。慧德点头表示理解。第3句，放下即是。观音菩萨的声音如清风拂过，带着无尽的智慧。放下即是。慧德重复着这句话，感觉既简单又深奥。观音菩萨微笑道：是的，放下即是。当你真心忏悔，积极行善，最后还需要学会放下。放下不是逃避责任，而是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束缚。当你不再因为阴债而恐惧、焦虑、自责，而是平静地接受并积极改变，阴债自然会随之化解。慧德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长久以来的迷茫和恐惧似乎有了答案。他正想再请教更多细节，却发现观音菩萨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，周围的迷雾也开始散去。善男子，记住这3句话，回去后好好实践吧。观音菩萨的声音渐渐远去。菩萨，还有什么是弟子需要了解的吗？慧德急切地呼唤。观音菩萨最后的回答如同叹息般轻柔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阴债虽难，却非不可解，关键在于你是否真心悔改，真心向善。如此，不仅能化解阴债，更能积累福德，利益众生。说完这句话，观音菩萨的身影完全消失。慧德再次睁眼时，发现自己仍跪在寺庙的菩萨像前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境，但他知道那不是梦，而是菩萨的慈悲视线。慧德起身后，发现左耳后的红痕不再疼痛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充满全身。他对着菩萨像再次叩首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寺庙，准备踏上归途。出寺门时，慧德惊讶地发现外面天色已暗，山谷中雾气弥漫。他尚未来得及考虑如何下山，一名身着灰袍的老者忽然出现在他面前。老者手持拐杖，面容慈祥，眼中却有一种洞穿人心的锐利。年轻的僧人，你得到了观音菩萨的指点，可知如何实践那3句话？老者问道。慧德心中一惊，这人如何知晓他的经历？老者微笑道：跟我来吧，我将带你去一个需要你的地方，那里正是你化解阴债的开始。慧德虽然心存疑虑，但观音菩萨曾言心诚则灵，他决定相信直觉，跟随老者前行。老者带着他沿着一条与来时不同的山路下山，这条路比上山时平缓许多，但弯弯曲曲，若无人引路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老施主，不知您如何称呼？慧德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老者头也不回：老衲法号慧远，是这座山下一个小庵堂的住持。慧德心中释然，原来是一位高僧，难怪能知晓他与菩萨的对话。法师，您说要带我去一个需要我的地方，是什么地方？慧远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慧德。山下有个村庄，近日发生了一场瘟疫，许多村民病倒，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受害最重。村中虽有医者，但药材短缺，情况危急。我见你从那寺中下来，想必与菩萨有缘，所以想请你一同去救助村民。慧德一听，立刻明白了，这不正是观音菩萨所说的因地而化吗？他前世拒绝救助产妇，导致悲剧，今生正好有机会救助妇女儿童，弥补前世过错。弟子愿意随法师前往，只是弟子并非医者，不知能否帮得上忙。慧德诚实地说。慧远法师摆摆手：不必担心，老衲知道些医术，你只需协助我照料病人，煎药送水即可。菩萨有眼，自会安排一切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路下山，来到了山脚下的村庄。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子，大约有30-40户人家，但此时村中异常安静，几乎见不到人影，只有几只瘦弱的鸡在村口的空地上啄食。慧远带着慧德来到村中一座较大的院落前，院子的大门紧闭，门上贴着红纸，写着疫病缠身，外人勿进的字样。慧远并不理会，直接推门而入。
院内摆放着几张简易的床铺，上面躺着10几个病人，大多是妇女和孩童，个个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。几位老人正在照料他们，看到慧远进来，连忙迎上前。慧远大师，您总算回来了，又有3个孩子发病了，现在药也不够用了。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急切地说。慧远安抚道，别急，我带回了一位年轻法师来帮忙，也带回了一些草药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定能渡过难关。随后他转向慧德，这位是村长的家人，村里发生瘟疫后，他们将自家院子腾出来收治病人，现在请你帮忙煎药，然后按我的指示给病人服用。慧德点头应允，立即投入工作。他在院子一角搭起炉灶，按照慧远的配方煎制药汤。虽然他不懂医术，但抄写经书养成的细心和耐心，让他能精确地按照指示操作。煎好药后，慧德按照慧远的指示给每位病人服用。有些病重的孩子无法自己喝药，他就耐心地一点一点喂给他们。在照料病人的过程中，慧德发现自己竟有着奇特的安抚效果。每当他靠近那些痛苦不安的病人，对方似乎都能感到一丝平静，痛苦稍减。慧远注意到这一点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但没有多说什么。日复一日，慧德全身心投入到救治病人的工作中。他几乎不休息，白天煎药、喂药、擦拭病人身体，晚上守夜照料那些病情危重的患者。虽然辛苦，但每当看到一个病人好转，他就感到无比欣慰。一天晚上，慧德正在照料一位高烧不退的小女孩，突然听到她微弱的呼唤，娘亲，娘亲。慧德轻声安慰她，你娘亲在休息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，你也要快点好起来，好吗？小女孩迷迷糊糊的点点头，然后突然说，大师，我好像在梦里见到了一位穿白衣的漂亮姐姐，她说你会救我们。慧德心头一震，那不正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？他更加确信自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在慧德和慧远的精心照料下，村中的疫情逐渐得到控制，越来越多的病人康复，村子也渐渐恢复了生机。1个月后，最后一位病人也痊愈了，村民们感激不尽，纷纷前来向2位法师道谢。村长甚至建议在村口建一座小庙，以纪念2位法师的救命之恩。慧远谢绝了这一提议，不必如此，救人乃我辈本分，无需言谢。但慧德注意到，在这1个月的救治过程中，自己左耳后的红痕已经明显变淡，几乎不再疼痛了。他明白，这是阴债正在逐渐化解的迹象。疫情平息后，慧德本打算与慧远法师一同回到山上的安堂，然而命运却有了新的安排。一天，一对商旅路过村庄，其中一人突然病倒，村民们立即想到了慧德，请他前来查看。虽然慧德并非医者，但在照料病人的过程中，他已经从慧远那里学到了不少医术知识。他仔细查看伤人的症状，然后按照之前学到的方法配置药物，让伤人服下。没想到伤人很快就好转了，商队首领感激不已，询问慧德是否愿意随队前往下一个城镇，因为那里也有不少病人需要救治。慧德犹豫不决，转头看向慧远，寻求建议。慧远意味深长地说，菩萨曾言因地而化，你已在此地行善积德，或许是时候前往下一个需要你的地方了。慧德恍然大悟，向慧远深深一拜，弟子受教，但不知法师是否同行。慧远摇摇头，老衲年迈，不便远行，况且这村子虽然疫情已退，仍有些善后工作需要处理，你且放心前往，我们有缘再聚。就这样，慧德告别了慧远和村民，随商队继续西行。一路上，他不断学习医术，救治病人，积累经验。每到一处，他都会特别关注妇女和儿童的健康问题，尽己所能提供帮助。时光飞逝，转眼3年过去了。
慧德的医术日益精进，名声也逐渐传开。他不再是那个体弱多病的年轻僧人，而是成长为一位医术高明、济世救人的行脚僧。更令他欣喜的是，左耳后的红痕已经几乎完全消失，多年的疾病也不再困扰他。第4年春天，慧德来到一座名为平安镇的小城，这里风景秀丽，人口不多，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镇上几乎没有孩童。好奇之下，慧德向当地人打听缘由。一位老者叹息着告诉他，我们这里有个怪病，已经持续10多年了，每个新生儿出生后不久就会生病，多数撑不过3岁。镇上的大夫试过各种方法，都无济于事。近年来，许多年轻夫妇不敢生育，害怕白白受苦。慧德闻言心中一震，这不正是他前世因拒绝救助产妇而造成的恶果吗？如今他有机会救助这些婴幼儿，化解过去的罪业。老丈，可否带我去看看这些生病的孩子？或许我能帮上忙。慧德真诚地请求。老者将信将疑，但还是带慧德来到镇上的一户人家。这家的孩子刚出生不久，已经开始出现怪病症状，发热、抽搐，不肯吃奶。慧德仔细检查后，发现这些症状与他之前救治过的一种疾病相似，但又有所不同。他思索再三，决定先用一些温和的草药试试。他采集了附近山上的草药，精心熬制成药汤，喂给婴儿。令人惊喜的是，婴儿的症状有所缓解，能够吃奶了。这一消息很快在小镇传开，更多的家庭带着孩子来找慧德，他一一为他们诊治，配置不同的药方。同时，他也在不断总结经验，寻找这种怪病的根源。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，慧德发现这种病与当地的水源可能有关。他沿着河流上溯，发现上游有一处废弃的矿场，可能污染了水源。慧德立即向镇上的长老报告了发现，并建议更换水源。同时，他教授当地人如何辨别有毒植物，避免误食中毒。在慧德的指导下，镇民们开凿了新的井眼，引入干净的水源。同时，他还研制出一种专门针对这种怪病的药方，广为传授。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，镇上的怪病渐渐消失了，新生儿健康成长，小镇重新充满了孩童的笑声。看到这一切，慧德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。他明白自己正在用实际行动弥补前世的过错，化解那笔沉重的阴债。就在慧德准备离开平安镇时，一位老妇人找到了他。老妇人神色复杂，欲言又止。大师，老婆子有话想说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慧德微笑道，有什么事请直说无妨。老妇人深吸一口气，大师左耳后的红痕可是与生俱来的？慧德惊讶不已，老妈妈如何知晓？老妇人眼含泪水，因为30多年前有一位隐士也有这样的红痕，他医术高明，救过无数人，却因一时疏忽拒绝救助我的女儿，导致她难产而亡。慧德闻言，全身如遭雷击，眼前这位老妇人竟是前世那位难产女子的母亲。老妈妈，慧德一时语塞，不知如何回应。老妇人摆摆手，大师不必惊慌，我并非来责怪您，这些年我一直活在仇恨中，无法释怀，但看到您这次来到我们小镇，救了这么多孩子，我心中的怨恨已经烟消云散。我女儿在天之灵，想必也已原谅了您。慧德泪流满面，双膝跪地，老妈妈，不管前世今生，是我的过错导致您女儿遭难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试图弥补这个过错，但无论做什么都无法真正抵消您的痛苦。今日能得您原谅，是我最大的福报。老妇人扶起慧德，大师言重了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您已经用善行洗刷了过去的罪业，我女儿在九泉之下，看到您救了这么多孩子，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这次偶遇让慧德更加坚定了救助众生的决心。他明白，
观音菩萨的第3句话放下即是，不仅是让他放下过去的罪业，也是让他放下对功德的执着。真正的救度应该源于内心的慈悲，而非为了消业障而刻意为之。离开平安镇后，慧德继续他的行医济世之路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被人们尊称为神医僧。但他从不居功自傲，始终保持谦逊和慈悲之心。5年后，慧德回到了普渡寺。当年的小沙弥已经长大成人，智海法师也已经须发斑白。见到慧德平安归来，且气色红润，精神焕发，寺中上下无不欢喜。师父，弟子不孝，出走多年，今日才归。慧德向智海法师叩首请罪。智海法师欣慰地扶起他，无妨，你此去西行，想必收获颇丰。看你今日气色，那耳后红痕可曾消退？慧德摸了摸左耳后，笑道：多亏师父当年明示因果，弟子才得以寻到解脱之法，红痕已消，病痛不再。更重要的是，弟子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责任。他将西行的经历一一道来，包括遇见智通、朝拜观音、得到3句点化，以及这些年在各地行医救人的经历。智海法师听后连连称赞：善哉善哉，你能领悟观音菩萨的指引，并以实际行动化解阴债，已是不易。更难得的是，你没有沉溺于过去，而是积极向前，以慈悲之心行善天下。这正是佛法真谛。慧德恭敬地说：师父谬赞了，弟子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说来惭愧，最初解阴债时确实有功利之心，希望通过行善积德来消除自身苦难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渐渐明白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减轻自己的痛苦，而在于减轻他人的痛苦。智海法师满意的点点头：你已经明白了。心诚则灵，是说心存善念，自然感应天地，因地而化，是说根据自身条件行善，不必拘泥形式。放下即是，则是最高境界，不为消业而行善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慈悲。你能领悟这3句话的真谛，实属难得。从那以后，慧德定居在普渡寺，一边修行诵经，一边施医救人。他将观音菩萨的3句点化编入医书，广为流传。许多身有异常标记、疑似欠下阴债的人，在慧德的指导下，通过真心忏悔、因地而化、放下执着的方法，得以解脱。多年后，慧德圆寂。据说他圆寂时面带微笑，寺中升起5色祥云，空中传来梵音。人们相信他已经解脱了生死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而他留下的医书和佛法教诲，则成为后人解脱阴债的明灯。人们常说，若身有异象，心有恐惧，不妨记住观音菩萨的3句话：心诚则灵，因地而化，放下即是。只要以真诚之心忏悔过去，以善行弥补错误，以慈悲之心度化众生，任何阴债都能得到化解。因果循环，善恶有报，无论阴债多重，只要心存向善，终有解脱之日。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直面过去，改变现在，创造未来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